有一句老话真的是说得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就是踩了这个坑，当初呢不听我父母的一个劝告，买了一个2楼，没想到呢缺点有这么多，真的可以讲呢，就是我的这个一意孤行了，导致我现在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，想哭都没有地方去哭啊。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呢一定把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一定要引以为戒。买房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买2楼了。房子呢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啊，目前呢已经住了6年的一个时间了，各种不愉快全部都是让我经历过的啊，真的是一个都不缺。我每天呢都感觉到特别的崩溃。当时呢我是出来工作没有多长时间，手里面呢也没有多少存款，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，所以说呢就把这个预算呢给压得很低，只能够呢买一个那种缓建房，也就是回迁房啊。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个缓建房呢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这种电梯的。我考虑就是我爸妈这个身体不是很好吗，爬楼梯非常费劲，对吧？我就考虑呢这个1楼，但是1楼呢说实话去看了一下，有点脏啊，就是各种蚊虫呢以后肯定会特别多。那我就思来想去了，我感觉要不就直接买2楼得了。有一天呢这个中介呢就带我去看房，那第二天呢我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啊，全款呢是80万，一次性给他付清了。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选择，让我直接可以说是后悔了一辈子。我放弃了那么多所有合适的一个楼层，偏偏选了一个2楼啊。入住以后呢才发现这些缺点和后面说的这个问题相比啊，真的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啊。大家都知道这个2楼呢本身就是比较潮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蚊虫呢比较多，对吧？比这个1楼呢稍微呢就是那么好那么一丁点啊，但其实也大差不差啊。然后我们家这个房子这个户型呢就非常的扯淡，非常的不合理啊。因为这个房子时间久了之后呢，才发现这个采光呢真的是特别差，就是白天呢你如果说不开灯，搞得就跟晚上一样黑黢黢的。房子里面呢还特别的一个阴暗潮湿，人住在里面就感觉心情呢特别的郁闷啊。现在我就感觉特别的郁闷，怪不得这个中介在跟我们看房子的时候呢，就是大白天他还开了一个灯啊，可以讲这个中介真的是心机太深了。我真的是被这个中介给坑了啊。现在呢到天热了嘛，马上就是武汉这边也天热了嘛，就是这个蚊虫呢开始多了起来。每天我下班走到这个家门口啊，这个楼道里面全部都是蚊子，我感觉蚊子都能撞到我那个脸上，所以说每次回家我都非常郁闷。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那个蚊香呢，我们家里面的蚊香从来没有断过，这蚊子呢就一直呢往屋里面钻。说实话我想点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，而且这个老鼠也非常多。这个老鼠呢我在我家里面甚至基本上发现呢不止10只啊。但是这段时间呢，这个老鼠呢突然间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这边呢又出现了这个黄鼠狼啊，这个黄鼠狼呢把我们家那个纱窗呢都给咬烂了，真的是钻进来很多次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？谁在城市里面的家里面还会见到这种黄鼠狼呢？真的是感觉非常的离谱啊。后面呢我就把这个纱窗呢换成那种不锈钢了，这个黄鼠狼呢终于是咬不动了啊。然后2楼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一个硬伤，就是噪音呢是特别大，每天都睡不好啊。我们这个房子呢本身就是临街的，对吧？我这个睡眠质量又比较差，每天这个黑眼圈呢真的是肿的要死了啊，真的是上班都感觉特别的烦人。就是早上呢基本上我每天早上没有睡醒的时候呢，就听到那些老头老太太了在那个楼底下呢是打那个扑克，他们是真的起得特别的早。然后呢一群小孩子也在那边又吵又闹，真的是很影响别人休息。而且呢这个下水道呢还很容易反水，也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点啊。这个1楼呢是一个独立的下水道嘛，但是就是前些天呢上个月我就闻到了一股恶臭，回家一看呢这个地上呢全部都是污水。后面我就找楼上这个邻居去说理嘛，他们说呢不关他们的一个事儿，让我去找这个物业。我去物业那边问了一下，然后物业呢也说他们不管，我只能够呢自认倒霉，然后把家里面的全部都清洗了一遍，找这个师傅呢改的是这个独立的一个排水，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。你们想一想，我这个房子对吧？现在看来呢，除了不用爬楼梯以外，剩下的基本上全部都是缺点。我就想呢，就是能够快速的存个钱呢，把这个房子呢给卖掉啊，让我换一个就是新房子。我的想法呢很简单，如果说呢我再买房子的话呢，我是打死都不会选择2楼了，不管是说那种电梯房还是楼梯房，对吧？这个2楼呢我根本就不会再考虑的。那不知道了，大家买房子都是买的几楼啊？有没有喜欢这个2楼的一个房子？大家买2楼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坑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